說到從草根一路爬到了日本頂峰，豐臣秀吉無疑是出鏡率最高的那一位。2026年的大河劇《豐臣兄弟》又是他，不過這次的真正主角是他的弟弟秀長。很多日本戰國愛好者都認為，如果秀長多活幾年，豐臣家的天下就不會那麼快滅亡。這次大河劇也是以此來吸引眼球的。不過等明年大家追完劇，我估計這種想法會有所改變。其實秀長可能就是被秀吉暗殺的。今天我們來嚴肅的聊一聊豐臣兄弟的關係和羽柴秀長此人。作為明年大河劇的觀前 tips， 這裡是花散里，喜歡這樣的內容別忘了先點讚訂閱喲。按照江戶時代的傳記《太閤素信記》的說法，秀吉的父親是織田家的族親部下彌右衛門。在秀吉7、8歲時，父親去世，母親重嫁給了同鄉的足阿彌，然後生下了秀長和旭。再後來，秀吉與繼父不和，便選擇離家出走，獨自去闖天下。這是秀吉和秀長同母異父通說的來源。當然，科學的歷史觀下，通說中本來就包含挑戰的部分。在這一件事上，對同母異父說主要的挑戰，一個是這段話可能是完全誤傳的，因為太閤素信記說彌右衛門生前是火槍族親，但是火槍傳入日本是天文12年，傳到東海道則更晚，而秀吉可能出生於天文6年，父親在他7、8歲時去世。那麼在他死前，織田家應該根本沒有火槍族親這個兵種，這是相當大的可信度缺失，所以這段話可能完全是誤傳的。第二個挑戰是近年才被提出的，前幾年整理瑞隆氏文書時，發現了一份瑞隆氏猜出的記錄，其中有寫秀吉姊妹的父親妙雲院殿榮本死於天文12年，而秀長可能生於天文9年，旭生於天文12年。這樣的話，秀吉和秀長就被夾逼定理了，因為他們共同的姐姐和妹妹同父，那自然他們兩個也應該是同父，對吧？而且這份寺院檔案的來源和傳承比太閤素信記可信得多，所以這個新發现是對現有通說比較大的挑戰。基於此挑戰的通說修正方向，主要是猜測足阿彌就是彌右衛門，可能是出家之後的法名。另外，現在這方面的通說本身也是修正過的，年齡大一些的日本戰國愛好者肯定都記得，以前說秀吉是連姓氏都沒有的那種純粹的農民出身，木下這個姓都是他自己編的。不過現在基本認為他家是富農或者經常入伍的族親的可能性更大。我們通常的印象中，豐臣兄弟倆的性格正好相反，從花錢方面就能看出，丰臣秀吉是標準的大手大腳，花錢如流水，而秀長則是在多個後世記錄中被直接寫成了守財奴。兩人也都是團結力量、籠絡人心的好手，但是風格也是截然不同。秀吉就像是公司裡從銷售一路做上去的大佬，面對什麼樣的客戶，他都能找到優點，然後沒事就上去亂誇一頓，讓人不好意思拒絕自己，然後很善於理解對方想要什麼，從而對症下藥，並且分配利益時維持仁義豪氣的形象和不讓人看到自己的儲備底線。比如秀吉和毛利輝元的交易，雙方都拿到了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東西，都付出了对自己而言價值不大的東西，非常有交易技巧。对於曾經惡心自己的上司佐佐成正，秀吉也是看起來不計前嫌，該分肥的時候非常豪氣的出手就是幾10萬擔，等佐佐成正自己出了問題，再勉為其難的狠狠清算。更別說加藤清正這些真正靠秀吉的賞識才能起事的原來的小人物，那是相當的忠誠。總之，秀吉就是這種風格，跟他交往你未必會覺得猴哥天才，但是一定會覺得猴哥仁義，猴哥看得起我，不知不覺就被收編了。而秀長的風格是公司裡技術出身做上去的大佬，情商不高，但是善於論功行賞和榨取發展潛力。組織整體穩定的話，他就是可靠的上司，公司業績更好，大家都能漲工資這種類型。秀長守財奴到了，甚至在九州征伐時，他打算把軍糧拿去高價賣給同盟的大名，秀吉都怕他搞得諸侯離心，在軍議上公開制止了他。類似的事情還發生了不止一次。1588年，秀長命令加藤吉川平助將2萬根熊野山布材運到大阪高價出售賺錢。秀吉得知秀長竟然跑去跟商人搶這個生意，勃然大怒，認為他簡直是太丟天下人家族的顏面了，下令將吉川平助斬首示眾。之後秀長到大阪城找秀吉道歉，秀吉也不見他。這件事之後，豐臣政權的官員中也流傳着秀長公在玩布材的高價倒賣呀，秀長公以前專門討要了寄印布材的處置權呀之類的謠言。他的守財奴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了。秀長還幹過強行放貸的事情，他命令代官井上元武在奈良強行向聽人發放了500枚金幣的貸款，要求奈良商人們必須連本帶息償還，以至於奈良城中流行大和大賴鹽最會算賬的這種諷刺。不過這次他的主要目的應該是想要打擊四色勢力的經濟基礎，也順便為豐臣政權籌措經費。總之，秀長就是這麼一個瘋狂圈錢的男人。1591年，秀長在大和郡山城病逝，城
城中光是金幣就找到了56000枚之多，银子更是堆滿了2間大約45立方米的房間，是字面意義上的堆滿。多聞院日記寫下了堆到房梁為止。那秀長為什麼會對錢這麼上心呢？據說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兄弟出身低微，沒有世代家臣，沒有名門血統，豐臣家的信用全靠眼前的實力和現金流支撐。今天太閣的威名響徹天下，但是明天萬一風向變了怎麼辦？不如趁現在把能斬的都斬下來。現代研究也指出，秀長長期負責豐臣政權的內政、財政與後勤，和借商人奈良與大和的城市經濟打交道。比起前線衝鋒的秀吉，他更清楚修城、征兵、对外戰爭會怎樣掏空一個政權的腰包。秀吉又是個花錢大手大腳的，他不能讓外人覺得秀吉給不起賞賜了，那樣的話，豐臣家的威望會很快煙消雲散。所以其實秀長是在給豐臣家斬一條活路。秀長成為大名的地方是丹波和波摩，後來轉封到紀伊河內一帶。1585年，因四國征伐的功勞加封大和國，居城定在郡山城，統轄大和、紀伊、和泉，成為100萬石的大和大納言。其實從平安時代開始，大和一直都沒有被武家政權有效的統治。在這裡，實力最強大的勢力是興福氏、東大寺和春日社。這一點直到秀長獲封時都沒有太大的變化。事實上，室町幕府乾脆就不在大和設立正規守護，因為設立了也沒有意義，不如默認由興福氏協調當地。秀長接管大和時，發現地方武士多半是掛在四舍門下辦事，想要重新分配利益，就面臨生兵的集體上訪，還是帶武器的那種，但又不是真的跟你搞大規模一揆，非常的難對付。然後這時豐臣政權的主要戰略就是太閣減地，也就是土地調查和統一稅制。大和國顯然會是最難啃的骨頭之一，這也是要把秀長這麼重要的人物派過來的原因。秀長進入大和國之後也是雷霆手段，給當地武士2選1，要麼留下來從農民開始重新加入政權，要麼跟着桶井家一起去伊賀。自然而然的，當地武士絕大部分都含淚離鄉，跟着桶井家走了。而桶井家本來就是興福氏推出的代理人，如此一來就狠狠打击了興福氏的世俗影響力。之後秀長着手改造社会結構，他在郡山城南側建立城下町，把商貿流通集中到郡山，發放特許狀，規定糧食、日用品等等的買賣只能在郡山進行，實際上禁止了周邊城鎮的自由集市，並且用特許同行會加免稅的方式吸引外地商人和工匠到郡山城定居。如此一來，大和國的經濟完全圍繞郡山城轉，大和國的中間階級又被大面積換血，豐臣集團自然就徹底取代了寺廟神社們，成為這裡的統治者。另一個被秀長納入豐臣政權體系的是紀伊國，這裡本來有以根來氏為中心的武裝僧兵集團根來眾，有以大田城為據點擅長火神槍的雜賀一揆眾，還有大量已經被淨土真宗或者德川家康滲透成了筛子的地方勢力。1585年，秀吉親自冀州征伐，10萬大軍橫掃紀伊，先燒毀了根來氏，粉碎了雜賀眾，再圍攻大田城。完成平定之後，繼續把治理權交還給秀長。秀吉命令秀長在虎伏山上修建和歌山城，作為紀伊的行政中心。一來靠近雜賀根來就地，方便監視殘餘勢力的動向；二來這裡是濟川出海口，方便控制水運和木材貿易；第三，這裡靠近大阪，便於不測之時，秀吉可以迅速增援。可見豐臣兄弟判斷，一場冀州征伐並不能真正的平定紀伊國。秀長本人常駐大和郡山，由家老上山重勤坐镇和歌山城。对於紀伊國的改造，秀長的做法也和大和國一樣，先清理原來根來、雜賀等等獨立武裝的地盤，再用和歌山城下町重塑貿易路線和稅源結構，再然後讓和歌山城的供需主要依賴大阪城，把整個紀伊國遷入到以大阪為核心的豐臣經濟圈裡。為什麼豐臣家要費這麼大的勁把這些自古以來的獨立國納入實控呢？主要是因為秀吉更像是諸侯盟主，而非是建國之君，加上豐臣家發跡短淺，要擴大豐臣家的勢力又不得罪諸侯，那這些地方開刀比較合適。從整體結構上來看，大和紀伊對於豐臣家也比較重要。結果上看，豐臣政權的核心領土構成是京都南方的福建以及大阪城由領袖親自坐鎮，東部交通要衝作為直領由秀吉麾下的近臣和親族代管，西部交通要衝則由領麿麾下的近臣和親族代管。大和百萬石和近江百萬石作為緩衝地區和財源，看起來還是相當穩固的。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江戶幕府建立之後，對於大名的配置思路和這一套非常
相似，也是用青藩蒲代圍住江戶和東海道的要冲，再用幾個武功大名去看着新進加入的大名。但是德川家本身就是傳統大名，有一大票的親族和累代家臣可用，這樣玩的容錯率要遠比出身寒微的秀吉強。秀吉能用的親族和老戰友很有限，整體系統的忠誠度就要低一些。後來他還親手清洗了幾個內部集團，自然就很難維持下去了。天正14年開始，秀長反覆暴斃，記錄說他腹瀉不止、嘔吐、面色潮紅，以至於不得不去有馬溫泉長期療養。最後天正19年於大和郡山去世，死因可疑。江戶時代的名醫屈直赖一門所撰的《醫案集醫學天正記》裡，記錄了大量戰國末代貴族武將的病情，其中寫下了一位權勢極高的大名長期腹瀉嘔吐、面色發紅，病情時好時壞，最後衰弱而死，推測死因為慢性砒霜中毒。這裡說的是不是秀長是一個經典的爭論。當然，秀長正常死亡的主張者認為他可能是腸胃疾病拖成了重症，而認為秀長死於毒殺的主張者則把下毒嫌疑人主要指向了秀吉，因為幾乎只有他有動機也有能力做到這件事。出征朝鮮計劃啟動之後，豐臣政權形成了秀吉、領領、秀次三頭體系。在此之前，自然秀吉也不可能僅憑自己一個人控制整個政權，而舊的豐臣政權中央運行方式是秀長和千利休輔佐秀吉。結果1591年2月，秀長病逝，同年千利休在聚樂地被迫切腹，理由至今不明。支持秀長被毒殺的主張者認為，秀吉就和歷史上的大部分獨裁者一樣，當親密戰友們可能不再為自己畫的大餅買單時，選擇清洗掉了他們。事實上，1586年開始，秀吉和秀長經常政見不合，尤其是在出征朝鮮這件事上多次爭吵。而且弗洛伊斯也記載過，在不久之前的一場大阪城會談期間，秀吉說到他基本完成了日本統一，下一步打算把國內的政務交給美濃殿，也就是秀長，自己想要親征朝鮮和民國。聽起來是兄弟關係親密，但是被秀吉說過想要把權力交給你這種話的人，似乎都沒有好下場。這也印證了上述的獨裁者清洗親密戰友的猜測，並且秀長的繼承者豐臣秀保的生涯也非常符合典型的親密戰友繼承者的固定套路，短時間被提拔起來穩定局勢，避免政權機能停擺，事情平息之後也被清洗。當然，秀保的死也是一個歷史懸案呢，不一定是被秀吉所殺，能確定的只有秀吉在得知秀保死訊時看起來情緒波動不大，囑咐了一番維穩之後下令低調下葬，也有可能僅僅是親人連續暴斃的失憶。山河物語則是說秀吉誤殺了秀長，說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確定關係之後仍然互相心存忌憚，秀吉打算在大阪城設宴時毒殺家康，結果宴席上家康原本坐在上座，看到秀長後表示不敢地位比秀長高，而把座位讓給了秀長，結果秀長喝下了那杯有慢性毒藥的酒。當然這一段現在基本認為不可信，因為具體原文有部分的時間線對不上，但是這一段能存在本身就說明在戰國當時就有秀長死於毒殺的懷疑了。如果秀長被秀吉毒殺的陰謀論才是真實歷史的話，那他的結局可以說相當可悲了。但是有趣的是，我們越糾結誰下了那杯毒，就越容易忽略一個更深刻的問題，一個幾乎完全靠個人魅力、親緣和戰友感情拼起來的政權，在需要穩定和傳承的時候，其實領袖根本沒有辦法找到可信賴的依靠。豐臣秀吉和秀長是一对很動人的兄弟組合，可是他們所代表的也是最後一代元赖朝式武士政权的極限了。當兄弟、親戚、功臣一個個的被清理掉，直到只剩下一位疲憊多疑的天下人和一個或是被天下人忌憚，或是尚未長大成人的繼承人，這個政權無論他姓織田、姓豐臣還是姓德川，都不可能長久。最後長久的江戶幕府是一個從建立開始就幾乎地方沒有停止過鎮壓，中央沒有停止過改革的政權，本身就說明基於傳統武士熟悉的那一套遊戲規則在日本已經玩不轉了。不知道明年的大河劇豐臣兄弟會不會深入到這一層。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熱推還有硬幣呀！我們下期再見。